Hello，大家好，我是赵金志。这一期视频的话，主要是给大家来做一期搭建 OpenWRT 的旁路由的一个配置。然后整个教程的话是基于 ESX 的虚拟机搭建的，然后部署的是 OpenCache。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一个部署效果吧。这边的话，我是没用任何的代理工具的，但是我这边的话，谷歌是可以正常访问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部署完成之后，就是你只要在你需要访问的设备上面把对应的网关改成你的旁路由的网关就可以了。我这边设置的是这个网关，目前是谷歌正常访问的时候，我们改一下，改成主路由的。改完之后，它这里面就不能访问了。但是我网络是正常的，但是谷歌访问不了了，加载不进去了，是吧？OK，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解一下大概的整个部署和搭建流程。首先的话，我们肯定要先去准备一个 OpenW 的固件。这里的话，我推荐大家用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是在原版的基础上做了一个优化。这里国内的可能访问不了，那大家自己去访问吧。通过代理去访问好一点，因为 GitHub 的话对国内网络有时候不太好，不太友好的。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官方下载地址，你可以去下载最新版本。然后我推荐大家的话是去下载这个版本，这版本会就是适用一点。另外的话，这里还会用到一个 V2V 的一个工具，这个的话方便我们主要是针对虚拟机，直接把 OpenWRT 的一个镜像转为虚拟机的硬盘的一个工具，我觉得比较好用，这里推荐给大家用啊。最后的话就是我这边把这个大概用到的一些，就比如说这里 OpenWRT 的固件，然后这个 V2V 的工具都已经打包放到我的云盘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后面 OpenCache 的一个内核，因为内核在虽然说优化过了，优化过的情况下它可能还会存在一点问题，所以我把内核也放到了云盘，大家可以直接在教程开始前，你如果想要去做的话，你可以先到云盘去把对应的资料在这里都下载下来，这样的话你避免影响因为网络的原因导致镜像或者内核有问题，你这样的话下载之后，在后续的部署过程中就不会有网络的问题，你直接可以部署了。OK，这个把它关掉。大致的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先要到 ESXi 虚拟机的平台上去搭建一个朋路由的虚拟机，然后我们在虚拟机里面安装 OpenWRT，然后在 OpenWRT 里面去安装 OpenCache。部署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去通过这个 OpenWRT 的一个 IP 作为网关去代理流量进行转发了。整个流程就是这么个流程。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开始一个正式的实操教程吧。这边的话，这个虚拟机大家也不一定完全按照我这边的这个 ESXi 的虚拟机，大家比如说自己的旧电脑啊，或者自己在自己的一个 Windows 的虚拟机搭建一个虚拟机 VM 虚拟机都可以的。它只是需要去方便我们去管理，然后安装这个 OpenWRT 而已。OK，我这里的话就先去登录我的这个 ESXi 虚拟机平台。这里因为是内网，我就没做那个处理。
OK，我这边就登录进来了。我这里自己本身的话是搭建了iQuiet Home Assistant 和 OpenWRT 的。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平时主要用来测试一些的一个虚拟机。OK，这里的话我们先去创建一个虚拟机，直接下一页。这里的话随便设置一个，我们选择 Linux。这里的话其他 Linux 就可以了。下一页。所以存储的话，我就一个硬盘就默认就可以了。这边的话，这里最低要512兆，然后我们把原来的硬盘删掉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话其实没有太多需求的就不需要改，我们直接下一步完成就可以了。然后它这里就完成了。这些基本的一些配置信息，我实操的话会稍微快一点，大家如果说没理解的，可以到文章中来看一下啊，这里面文章我都会比较写的详细一点。然后搭建完成之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搭建完成了。然后我们先要来去把那个硬盘导进去，系统盘。我们这里选择本地的文件啊 ，local。然后这里的话，我这边已经下载好了，大家也提前下载好，直接去。我这边云盘放的话是已经放的是解压完成的，这边的话就是解压后就是这个，我直接在云盘里放的就是解压完成了，我们直接可以用就行了。然后导进去，然后选择下一步，然后我这里的话要选择 ESXi 的一个虚拟机啊，然后我们继续，这个我们要去登录一下，然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OK， 这里的话我们就登录到我们的那个虚拟机平台了，然后我们这里拉开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一个虚拟机的状态。这里的话我们选中这一个我们要导入硬盘的一个虚拟机，然后我们点击继续。这里的话稍微等一会儿。OK， 它这里边就显示成功了，成功了对吧 ？OK， 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可以把它关掉了。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这我们直接关掉就行了。然后这里我们刷新一下，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硬盘已经导入生成了，然后我们直接打开它，它会自动进行安装。这里我们稍微等一等。这里如果它处于一个长时间不动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去尝试回撤一下，它就安装完成了，这里可以看到，是吧？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先要去做一个它的网络配置。我们这里可以用到文章中的一个代码，下拉一下，先做一个网络配置，配置一下它的那个 IP。这里我们不能用到，也是大家正常的话，你可以就比如说，现在它已安装完成了是吧？如果你在这里不方便，虚拟机不方便，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去连接。这里还不行，我们的 IP 还没设置好，那我们这里只能手动去输入了。这里是网络配置啊，然后我们这里需要把它一个默认的 IP 改掉，它默认是168.1.1。我们点击 I 进入编辑模式，然后把这个都删掉。我这边的话是95。
小键盘不好用。OK， 我把它这个设为我的朋友的 IP 啊，然后输入完成之后，我们点击 ESC 退出，然后冒号 WQ 保存退出，然后我们可以再回去看一下，没有问题啊，然后再退出，冒号 Q 退出就可以了。然后我们 report 重启一下，让它生效这个网络配置。OK， 到这里它又停住了是吧？我们再回车。OK， 这样就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去尝试登录一下。OK， 这里的话就登录进来了。然后我们输入默认的密码 password。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先跟着它的提示先去设置一下密码。然后我这里的话演示我就不改密码了，这样的话就跳转去改密码就可以了。我这里就暂时不改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就完成，它这个版本的话就是原版的 OpenWRT， 只是说它对中国用户做了一个优化，就比如说你的中文啊，然后网络的优化，它做了一个基础优化。然后我们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先要去做一个接口设置，这里面点击编辑进来，然后这是我们默认的一个设置的一个 IP， 然后这里我们要设置一个网关，就把我们主网关设置，然后高级设置里面我们要去设置一个 DNS 服务器，然后把我们自己的一个 DNS 放进来，然后防火墙不用改，这里的话我们把这个 DHCP 关掉，因为我们 DHCP 不在这里，用主路由的一个 DHCP 就可以了，然后保存，这样会提示有5个未应用的更改是吧？我们这里要保存并应用。OK， 这样的话就 OK 了。这里的话，原则上我们的网络就通了。然后我们到我们的软件包这里来看一下，我们来更新一下列表。这里的话就成功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更新出很多的软件包是吧？然后我们搜索 OpenCache， 就我们可以找到它，然后安装。让我们点击安装。这里它第一次它会提示一个无法执行，就安装失败了。这里好像是一个 bug， 没关系，我们继续再点一次安装。你看这里就安装成功了，我们关闭，已安装是吧？然后这里的话不会马上显示出来，我尝试的话刷新也是没用的，必须退出之后重新登录。这里重新登录之后，我们就看到一个服务是吧？然后这里是 OpenCache， 然后进来，它这里会提示你要先去安装一个内核，我们直接确定。然后这里的话需要你去选择一个地址，这里我们会看到，我们默认选择第一个就行了。要安装内核之后才能正常的运行。我们看一下日志，这边的话它会提示下载失败。所以就是它这个网络虽然做了优化，它做了一些就是加速配置，但实际的话可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它还会出现一个网络异常的问题。
它还是不停的失败。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手动去安装它一下内核。我们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样我们可以到这里版本更新这里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就是没有内核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内核放到这个内核路径上面。内核的话就是之前我们云盘我有放，大家可以去用。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不能直接上传，所以我们要通过 FTP 去上传。这个话我在这里文章中有做一个说明。当这里更新 cache， 你可能就是网络问题失败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手动去上传。但如果说，就比如说我这边的网关直接设置我有就是现有的代理网关的话，它可能就直接下载。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可以直接下载；如果没条件的话，你就需要去手动。手动的话，因为 OpenCache 的话，不对，OpenWRT 的话，它是不带 SFTP 的那个服务功能的，所以我们先要去安装它。我们这里已经配置好的话，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我们配置的 IP 去访问。OK，这里我们就登录到我们这个旁路由的服务器了，对吧？然后我们可以去登录它这个 FTP。看，我们现在是登录不进去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这条命令来查看一下。它会提示找不到是吧？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去安装它。这个还要稍微等一下。OK，这里安装完成了，然后我们再回到这边连接试试看。哦，这个失败了是吧？哎，这里我的网络好像有点问题，等一下我回去看一下啊。我还觉得奇怪，这里的日志怎么完全失灵，完全下载不了，还有点不太科学。可能是我刚刚的配置没配置好。这里一般的话不太会出现这种完全失败的情况，应该是我刚刚的网络没有配置好。这边的话我偷了一个懒，我这边的啊，诶，我刚刚这个怎么都没保存到？我说怎么没有网络呢？我知道了，再回头看一下。保存并应用，等一下啊。刚刚这里怎么没有生效？再看一下，确认生效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 Open Cache， 再去下载。你再看一下这里，看它现在开始有下载进度了，对吧？说明刚刚的那个接口配置没配置好，所以导致它网络出现了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我这边在更新的时候也出现了问题，它实际的话刚刚没注意看，这边它都失败了，没看到，所以导致我的那个 FTP 没有安装成功了。这边的话正常的话它会慢慢下载，但是很多情况下它会下载到一半就会失败，这我们可以等看一下。然后等的过程中，我再给大家去把这边的 FTP 安装看一下。我们先更新一下啊，这现在就明显快了，因为它的网络是通的，之前那个很慢是吧？我们安装，哎，有点卡，我这个虚拟机。OK， 这里的话就安装成功了，我们再来重新连一下看看。OK， 这样的话就进来了，看到了吧？然后我们可以去找到它这个路径，这边15%，我们之前正常的路径在这边，刚刚给大家演示了一下版本更新。etc Open Cache 看到了吧？然后 etc，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下 Open Cache 有没有找到了是吧？在这里，这里是空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内核。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日志，目前下载到15%，它不动了。有没有看到它15%就不动了？大概率它就是失败了，然后它又会重新再去下载。所以它会过一会儿会跳失败。我们先来把那个我们的下载好的 cache 内核，这里是下载好的一个 cache 内核，我们直接把它拖到这里面来。OK， 我们已经放进去。它不动了，它已经失败了。我们不管它，我们直接回到这边来。它不跳内核了，有没有看到？它这里已经有内核版本了。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就需要去上传一个配置文件。上传配置文件的话，它这里有一个配置文件，我们在这里可以上传文件或者订阅链接都可以。这是一个快捷窗口。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到这边来进行配置，在这里配置订阅。这里的话可以添加订阅地址，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在线订阅转换，之前的也是有的，但是在高级模式里面。然后你要上传的话，就要到配置管理来这边去选择上传文件。我们再回到这里可以看一下，这边你如果要去订阅转换的，要开启高级的，看到了。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就是把我们那前面做的一个订阅链接复制一下，这个的话就是我通过脚本生成的一个订阅链接，然后我们直接粘贴进去，添加配置，这样就 OK 了。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扫一下日志，看它15%，它又提示失败了是吧？然后它又会重新开始。但是我们内核的话，我们已经手动放进去了，所以它可以正常启动了。有没有看到启动成功了？我们再回到这里来看一下，现在所有的连接都是正常了 ，YouTube、GitHub 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IP 检测，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 IP，它是我的规则是经过优化的。你正常的话，国内和国外它是分流的。国内的话是正常的一个 IP，这是我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动态 IP。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器的代理 IP 是吧？然后现在的话，整个搭建就完成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效果。对啊，我们现在的话还是刚才的一个，我改回了我们的主网关。主网关的话，它是没有代理分流功能的，所以它访问不了是吧？然后我们先关掉它。然后我们把网关改成我们新建的这个。然后再去访问。这怎么突然跳没了？网络？哦，正常了呀。然后这里就又可以正常访问了，是吧？其实这个旁路由的，就是用处会比较多一点，特别是和你在家里有很多种情况适用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不同的网关去做一个就是初步的分流。然后另外的话，这种方式的分流的话，就比如说我这边直接改这个 IP 网关的话，它相当于是一个系统级的代理。像正常你如果通过你的代理工具去带的话，你的那个命令行之类的，它是没办法去做一个代理的。命令行的话，它通常像我这一类的这种命令窗口，它都是需要去做一个代理的。像这个软件之前有提到过，它是需要去做一个付费代理的。如果你希望去代理的话，它是需要去付费的，这里单独做一个付费代理。这个的话就不展开讲了。然后我们再回到文章看一下。然后整个功能的话就这么实现了。然后下一期视频的话，在前面有说到，下一期应该就是做一个 Cloud Code 的一个部署搭建教程吧。应该是全网首发。目前的话，我是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相关视频，因为之前我也是因为没有看到相关视频，所以摸索了很久。如果想要去搭建这个 Cloud Code 的话，建议你先把这个 OpenWRT 先按照这个教程去搭建好，好吧？然后保证确认有一个固定的 IP，因为这个 IP 也很重要，你只要确保是固定的 IP 就好了。然后我目前用的话是用的我现在这个前面提到的，回到我们这个，我现在很多东西太多，很多东西都没来得去整理它。我目前用的这个 VPS 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令我惊讶的是它很便宜，但它用起来一点毛病都没有，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我就用的这个特别促销的这个机型，这个 IP 是没有问题的，很便宜，但确实很好用。你如果不放心，你确不确定你的就是服务器的 IP 有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就用这一个，目前应该没有比这个便宜的，但确实好用，它的 IP 污染好像不是很严重。像其他的 IP 的话，不确定，反正这两的话，IP 好像不太好。搬网工的话应该还可以，但搬网工太贵了。如果你有搬网工的话，那最好了。一个固定的 IP 一定要固定，因为 Cloud Code 的话，它对 IP 的话审查挺严格的，你不要去频繁更换 IP，建议就有一个固定 IP 就 OK。这一个是一个前提啊，我这里前面先说明一下，然后你后续想做就是下一期的教程啊，先提前准备好吧，我觉得。然后整个教程的话，基本上就到这里结束了，然后再做这个，这个现在说好像也晚了，就是相关的，就是说工具你都可以去网盘去获取啊。
然后这里再说一遍吧，就是所有的教程，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基础的情况下，建议工具、方式、步骤都按我的来，不要自己去随便改一个换一个，因为你一旦就是说换了一种方式，我不确定它的兼容性或者你的哪边的理解有问题，就会导致整个方案出现问题，最终的结果就是你失败了。其实就是做这么多视频、这么多教程以来，你们如果是老粉的话，可以看到我每一个步骤其实都很详细，有些视频可能都过于详细了。像上一个视频都会让我就是简化一些，就是讲解吧，就是尽量以先步骤为准，就是你把每一个步骤先讲明白，让小白可以按照这个步骤顺下来做一遍，对吧？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合理的。我主要是先讲步骤，你们先按我的步骤讲明白、弄明白了，然后把功能实现了，然后后续再去研究一些其他的方案。如果觉得我这个方案不 OK，哪边可能这个硬盘太麻烦了，你不想用啊之类的，你可以再去想其他的方案。其实其他方案也可以，只是我这里更推荐大家去用这个方案，因为我确实用下来这个方案，我觉得很方便，知道吧？OK，另外想交流的话可以扫码加入啊，这边的话基本上都在微信群里面。这个我确实用的也不多，大家可以扫，因为我个人比较懒，这里的话没放那个微信群的，因为微信群一直要更新，如果后期的话考虑再把这个微信群的二维码再做一个脚本定时更新嘛。目前的话，因为已经压了好几个视频教程了，目前先把我的一些视频教程先做完吧，好吧。OK，那本期教程的话，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觉得我在教程做的还不错，对你们比较有用的话，希望帮我点个关注，然后评论留言，好吧？然后其他后续还有什么其他相关的技术教程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然后我看到之后会给大家再安排计划，把对应的教程做出来，好吧？OK，拜拜。